故事发生在美国大萧条时期，和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，瑞德的父母也陷入了人生的绝境。在走投无路之后，将还是少年的瑞德留在了一个马场，并答应以后回来接他。多年以后，父母杳无音信，而瑞德则成了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。由于在赛马时受尽欺侮，他对自己的赛马生涯彻底失去了信心。为了谋生，他去打黑拳，伤痕累累，右眼失明。此后不久，便被马场老板弃用，要他去做一些包括遛马在内的粗活累活。即使这样，其他的年轻人仍旧不时对他拳脚相加。瑞德的人生进入了低谷。与此同时，有另外2个失意的人和瑞德一样，正在这个世界上游荡。查尔斯曾经是一个成功的汽车商人，他曾买下马场，用于做汽车销售的库房。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，他的儿子因为车祸而丧生，他的人生便开始变得黯淡无光。妻子离开他之后，他的人生便陷入了低谷。大萧条的来临，导致其生意一落千丈。曾经富甲一方的他，除了一点点生意的本钱，已经一无所有。汤姆是个驯马师，在汽车还没有占据世界的年代，他的人生如鱼得水。随着汽车替代了马匹，而他也变得流浪无依，成了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。即使在他无比落魄的时候，内心仍保持着对赛马的热爱。当他看到一匹马因为骨折而失去了比赛的能力，即将被主人射杀的时候，他从枪口下救出了那匹马，并且将它治愈，重又回到了赛场。这一切被查尔斯看在眼里。他问汤姆，为什么要救下这匹即将被杀的马？汤姆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这匹马有尚未被人发现的优点。汤姆的话让查尔斯的内心重又燃起了希望。大萧条期间，百业凋零，唯有赛马行业蒸蒸日上。于是查尔斯便将改成汽车库房的马棚重新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在汤姆的帮助下，查尔斯选中了一匹不被人看好的赛马海饼干，并将它买了下来。海饼干个子矮小，能吃爱睡，是大家眼里的公认的废物。所有的人都嘲笑查尔斯，而海饼干也因桀骜不驯、狂野伤人，让所有的骑手退避三舍。就在查尔斯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正被其他骑手围追殴打的瑞德。瑞德在困境下不放弃的斗争精神让查尔斯深受触动，仿佛这个年轻人和这匹马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关联。在他将瑞德带到马棚与海饼干相识之后，海饼干和瑞德成为了好朋友。海饼干此前一直是一匹陪跑的马，他的日常工作就是输给其他的马，让这些赛马建立信心。由于长期以来处在这种生存状态下，导致海饼干对比赛丧失了信心。在和瑞德初上跑道的时候，他左摇右摆，甚至都无法跑成直线。汤姆在了解了海饼干的情况之后，认为他由于长期受到压抑，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赛马的天性，于是将海饼干从栅栏中放出，让他在自由的天地间奔跑。在奔跑中，海饼干终于找回了自信，找回了属于赛马的自由的感觉。从那以后，瑞德和海饼干一直坚持训练，关系也越来越亲近。海饼干是他训练时的战友，也是他读书时的好伙伴。汤姆了解海饼干的习性，他要求瑞德不要鞭打海饼干，要让他在比赛的后半程自由奔跑。在训练场上，海饼干终于展现出了他的实力。当他看到与自己一起奔跑的赛马时，立刻激发了他的斗志。终于，海饼干跑出了单圈的最好成绩，令所有的人感到了鼓舞。在一次比赛前，汤姆告诉瑞德，海饼干的最大优势是后期的爆发力。他要求瑞德不要在前半程耗费海饼干的体力。但在比赛中，为了和其他骑手竞争，瑞德忘记了汤姆的忠告，挥动马鞭，拼命地驱赶海饼干，最终在前半程耗尽了他的体力。海饼干以倒数第2的成绩冲到了终点。在查尔斯和汤姆的质问下，瑞德感到了理亏，他很害怕自己将再次被人抛弃。当他试探着向查尔斯借10块钱的时候，对方给了他20块，这让他对查尔斯的不离不弃心生感激，重又燃起了希望。在下一次赛事中，他严格按照汤姆的要求进行比赛，在后半程任凭海饼干放飞自我，自由驰骋，
最终获得了冠军。此后，海饼干所向披靡，囊括了西部的所有赛马冠军，而他们3个人一匹马的故事，也成了那个大萧条时期处于精神低谷的人们心中的传奇。他们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。海饼干的成功让查尔斯开始飘飘然，赛马训练经常终止，马场也变成了游乐场。海饼干呢，则似乎成了一个宠物。在查尔斯向众人宣讲成功故事的时候，站立一旁，像是这个故事的背景。查尔斯甚至让海饼干用马蹄签名盖章。为了将商业利益最大化，他将所有的马蹄拱手送人。汤姆愤怒了，他指责查尔斯见利忘义，并告诉他，在东部还有更强劲的对手等着他们。这是一匹叫做战将的赛马，高大强壮，速度惊人，威震全美。查尔斯明白了汤姆的良苦用心，于是便通过媒体向东部的战将宣战。为了吸引对方出战，他甚至拿出了10万美元的奖金，但战将的主人不为所动。查尔斯毫不气馁，带着海饼干、瑞德和汤姆来到了东部。在那场10万元奖金的比赛上，瑞德和海饼干在遥遥领先的情况下，在撞线前的一刻被对手从右侧超出，而瑞德却没有发现。赛后，当他被汤姆质疑的时候，不得不说出了自己右眼在打野拳时被对方打瞎了。汤姆于是准备赶瑞德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查尔斯用汤姆的话阻止了他：你不能因为他受了点伤便抹杀他的价值。于是瑞德再次上场，和海饼干一起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。他们的坎坷经历和成功故事激励了很多身处逆境的人们。终于，战将的主人决定应战。当查尔斯他们悄悄观察战将的训练时，发现这匹马速度惊人，爆发力极强，这让瑞德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忧虑。但距离比赛时间只有2周了，针对竞争对手采取新战术训练几乎已经不太可能。但他们没有放弃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悄悄地对海饼干进行了训练。从起跑开始，训练他全程领跑的能力。终于，经过几天的努力，海饼干进步很大。就在这时，瑞德的前雇主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那人希望已经名声大振的瑞德骑一下他的赛马，这样便可以提高他赛马的身价。重情重义的瑞德答应了他。就在赛马奔跑的时候，因为一旁的拖拉机而使赛马受惊，经马狂奔，将瑞德重重摔到了地上。最终他全身多处骨折，今生注定与赛马无缘。好在经过一番手术，在查尔斯和汤姆家人般的照顾下，瑞德的身体有所恢复。因为瑞德的伤势严重，查尔斯决定放弃和战将的比赛，被瑞德拒绝了。瑞德找来了自己的好友，希望他代替自己和海饼干一起去参加比赛。瑞德向朋友讲了海饼干的特点以及比赛的战术。他说，你在比赛的后半程，在冲刺的前夕，只要让海饼干的目光和竞争赛马的目光对视，就会激发起海饼干的斗志，最终战胜对手。这次比赛规模空前，整个美国都放了半天假，除了在现场观看的人山人海之外，所有的收音机前都围满了收听广播的人们。这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心目中重要的一场比赛。终于，在这场比赛中，海饼干一鸣惊人，超越了战功赫赫的战将，夺得了冠军。海饼干和瑞德的故事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传奇。后来在一次比赛中，海饼干也受了重伤，这意味着他将在后半生无法参加任何比赛。在马场里，瑞德和海饼干这2个难兄难弟相聚在了一起。在瑞德的精心照顾下，海饼干又恢复了奔跑的能力。惊喜之余，瑞德也不顾自己伤势未愈，和海饼干共同驰骋。下一场比赛就要来了，瑞德无论如何也要前去参赛。当查尔斯和汤姆试图阻止他时，瑞德的朋友说出的话让大家很受触动。他说，瑞德为了赢得比赛可以放弃一切，他宁可在比赛中粉身碎骨，也不愿意因为错过这次机会而心碎。最终，瑞德和海饼干站在了起跑线上，他们奔跑和冲向终点的瞬间静止在了每个人的心中，所有的人都为他们而激动落泪。是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谁没有经历过低谷？有谁没有经历过困苦？有谁不曾长夜暗叹？
有谁不曾泪洒旷野？又有谁能羁绊我们前进的脚步？有谁能阻挡我们飞翔的心灵？奔腾年代是一部美国传记运动剧情电影，上映于2003年，由加里·罗斯执导，托比·马圭尔主演，改编自劳拉的著作《海饼干》，史上最伟大的赛马传奇。一个身处绝境的青年人，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商人，一个处于人生边缘的驯马师，和一个陪跑半生被打掉了信心的矮小的赛马，创造了大萧条时期的一个精神传奇。雪崩之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于难，时代的一粒尘埃可以将每个人压垮。电影的主人公便是如此，你我又何尝不是这样？你虽伤痕累累，但却潜力满满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当查尔斯问汤姆为什么在枪口下把那匹没有用的马救下来时，汤姆说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你不能因为他受了点伤便抹杀了他的价值。此话对于你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人生充满机遇，成功始于知遇。所有人生的转折点都源自于一次相遇，所有的成功都源自于一次知遇。瑞德和查尔斯·汤姆的相遇，还有和海饼干的相遇，成就了3人1马的世界。他们彼此成就，铸就了一个传奇。正是这次相遇改变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。请珍惜每一次相遇，也许那是你人生最后一次成功的机会。不必向上行起，而要向内去求。不要进行无谓的所谓的向上社交，向上是没有社交的，向上只有祈求。当心灵鸡汤贩卖者告诉你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向上社交时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所谓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赢得，一匹真正意义上的死马是不可能成为黑马的。只有那些身处死地，面临绝境仍不放弃的马儿，才有可能冲破自我的牢笼，进入不一样的天空。伯乐与马相互成全，伯乐和马的关系就是灵魂挚友的关系，是一种彼此成全的关系，而不是向上社交的结果。当伯乐遇到马，马遇到伯乐的时刻，是人类最美好的瞬间之一。死马躺不成黑马，只有当你一直在奔跑的时候，你才有机会证明你是一匹黑马。只有在奔跑中，你才能明白，暗夜尽头将是黎明到来之时，高山之顶便是俯瞰世界之地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补光说影为您分享好的故事、好的电影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喜欢的话请关注、订阅并点赞，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